很多人直到健檢看到血糖紅字，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血糖已經出了問題。甚至不少病人來門診時，第一句話都是：醫師，怎麼可能？我明明沒有任何感覺啊！但你知道嗎？糖尿病其實不是完全沒有跡象，很多時候身體可能早就發出一些警訊，只是我們常把它當成最近太累了或年紀大了的正常現象，甚至只是覺得是不是洗澡沒有洗乾淨。在台灣，大約10位成年人就有1位罹患糖尿病。但更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發出警訊。今天我要帶大家一起了解7個容易被忽略的糖尿病警訊，不用特殊儀器，只要留意身體的變化，就能幫助自己和家人更早發現問題。嗨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，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。我一直強調極簡護腎。護腎並不複雜，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或繁瑣的療法，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，就能守護腎臟健康。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，用最簡單的方法讓腎臟更健康。警訊1：皮膚皺褶變黑，洗不掉。我們先拿一面鏡子照一下自己的脖子後方，或回想一下腋下、鼠蹊部有沒有出现一種黑黑的、摸起來粗粗的暗沉。很多人，尤其是體態比較豐腴的朋友，第一個反應可能是不是洗澡沒有洗乾淨，甚至有人會拿沐浴球、刷子拼命刷，結果皮膚都快刷紅、刷破了，但那個黑色還是不會消失。這種情況在醫學上叫做黑色棘皮症。簡單來說，它常代表身體可能有胰島素阻抗的問題。當細胞對胰島素變得不敏感時，就像胰島素拿着鑰匙來開門，但細胞卻越來越不願意打開。為了維持血糖穩定，胰臟只好分泌更多的胰島素，而過高的胰島素會刺激皮膚細胞生長，特別是在脖子、腋下、鼠蹊部這些容易摩擦的皺褶處，形成深色粗糙的增生。所以下次看到自己或家人的脖子黑黑的，先不要急着說是不是沒洗乾淨，這可能不是清潔問題，而是身體正在提醒你該注意血糖狀況嘍。警訊2：皮膚長出小肉芽。接着，我們來看看皮膚上的另一個變化。你有沒有發現脖子、腋下或胸部下方最近突然多了一些小小顆、軟軟凸起的小肉芽？在醫學上叫做皮贅 （skin tags）。雖然皮贅跟個人體質、年齡增加也有關係，但如果身上突然大量出現，尤其又合併脖子變黑，就要特別注意。因為它可能是胰島素阻抗的線索之一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當血液中的胰島素濃度長期偏高時，可能會刺激皮膚細胞過度增生，讓脖子、腋下這些皺褶處慢慢長出小肉芽。有些病人一開始只是覺得小肉芽不好看，跑去皮膚科想把它們雷射處理掉，但後來抽血檢查才發現，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背後的血糖問題，甚至已經出現血糖異常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發現脖子周圍突然長出很多小肉芽，不要只處理皮膚表面，也別忘了從身體內部找原因。警訊3：口渴頻尿。第3個警訊也是門診很常聽到病人抱怨：醫師，我最近晚上一直起來尿尿，而且嘴巴很乾，怎麼喝水都覺得不夠。我常常鼓勵大家多喝水，因為這是保護腎臟最簡單也最重要的方法。但是如果你發現自己最近喝水量明顯增加，尿量也跟着變多，甚至晚上一直跑廁所，就要特別注意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當血液中的糖分太高，超過腎臟能處理的範圍時，多餘的糖就會跑進尿液裡，而糖分會像海綿一樣帶走身體裡的水分，讓尿量增加，造成頻尿。當身體流失大量水分，大腦就會發出口渴訊號，形成越尿越多、越喝越渴的循環。但有些人可能会選擇含糖飲料或果汁解渴，反而讓血糖更高，形成惡性循環。所以，如果最近出現不明原因的口乾、喝很多水，又伴隨頻繁跑廁所，就要注意血糖問題了。警訊4：沒減肥卻變瘦。第4個警訊常常會讓人產生一個美麗的誤會。有些人明明沒有刻意節食，甚至吃的比以前更多，卻發現體重莫名下降了3-5公斤。很多人第一個反應是：最近是不是代謝變好了？怎麼沒減肥反而變瘦了？但在醫學上，沒有原因的體重減輕，通常要特別提高警覺。
糖尿病時，雖然血液裡有很多葡萄糖，但因為胰島素不足或細胞對胰島素不敏感，有糖分卻無法順利進入細胞利用。簡單來說，就是血液裡有能量，但細胞卻吃不到。當身體感受到能量不足，就會開始分解儲存的脂肪，甚至肌肉來提供燃料。所以有些人明明沒有刻意減肥，甚至吃了不少，體重卻持續下降，還容易感覺到疲倦、沒有力氣。這種看似輕鬆瘦下來的情況，其實可能是身體正在發出警訊。警訊5：傷口一直好不了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以前不小心切到手或鞋子磨破一點皮，通常幾天就慢慢恢復，但最近卻發現一個小傷口過了1-2個禮拜還是紅紅腫腫，甚至反覆發炎化膿。為什麼高血糖會讓傷口比較難癒合呢？因為長期高血糖會影響免疫細胞功能，讓身體抵抗細菌的能力下降。同時，高血糖也會傷害小血管，讓傷口修復需要的氧氣和養分無法順利送達。當免疫力下降，再加上微血管循環變差，傷口自然就比較不容易恢復。所以，如果你發現自己最近傷口總是拖很久，容易感染，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身體警訊。警訊6：視力忽好忽壞。第6個容易被忽略的警訊發生在我們的眼睛。很多人到了中年，開始覺得視力模糊，第一個反應都是不是老花眼了，還是最近手機看太多，眼睛太疲勞。於是重新配了眼鏡，卻發現視力還是忽好忽壞，有時清楚，有時模糊。這種變動性的視力模糊，其實可能跟血糖變化有關。我們眼睛裡的水晶體就像相機鏡頭，負責調整焦距。當血糖突然升高時，水晶體內的水分變化可能讓它稍微腫脹，形狀改變後，焦距也跟着跑掉，看東西就會模糊。等血糖下降，水晶體恢復，視力也可能跟着改善。所以，如果你發現視力像坐雲霄飛車一樣，一下清楚，一下模糊，不要急着換眼鏡，先想一想，也許更重要的是檢查一下自己的血糖狀況。警訊7：手腳麻刺沒感覺。第7個警訊，外表可能看不出來，但身體感覺會很明顯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最近手指尖或腳趾尖常常出現刺刺麻麻的感覺，或者走路時覺得腳底像隔着一層厚厚的海綿，感覺變得比較遲鈍。有些人甚至會發現自己走路變得比較小心，或常常揉腳甩手，希望減輕這些不舒服的感覺。這些感覺就像手腳戴上了一層隱形的手套。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？因為長期偏高的血糖會傷害四肢末端的小神經，讓感覺訊號傳遞異常，造成麻木、刺痛，感覺變差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神經功能越來越受影響，可能連腳底磨破皮、踩到異物都沒有察覺，增加傷口感染的風險。所以，如果你發現手腳出現不明原因的麻木、刺痛或感覺變差，不要只是認為年紀大了正常，也建議檢查一下血糖狀況。今天我們一起了解了7個容易被忽略的糖尿病警訊，包括皮膚皺褶變黑、皮膚長出小肉芽、口渴頻尿、沒有減肥卻變瘦、傷口不易癒合、視力忽好忽壞，以及手腳麻木刺痛。如果發現自己符合其中1-2項，先不要慌張，能夠提早發現身體警訊，其實是一件好事。代表你比疾病更早掌握主控權。現在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去找醫師，透過抽血檢查，例如飯前血糖、糖化血色素，確認自己的血糖狀況。其實控制糖尿病和保護腎臟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，從生活習慣開始管理，維持規律運動，減少精製糖分與過度加工食品，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。很多血糖異常，如果能早點發現、早點調整，就有機會降低未來併發症的風險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有幫助，歡迎按讚、訂閱，也分享給身邊關心的家人朋友，讓更多人提早發現身體發出的訊號。最後想問問大家，今天提到的這些警訊中，哪一個是你過去最容易忽略的呢？歡迎留言跟大家分享。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。我們下次見。拜拜。